回房里换下这身晚礼服吧。战印说着想抱起他，被他阻止了。我又不是不会走路。海童站起来，战印帮他按过摩后，他的2条腿是舒服了很多。彤彤，你都不给我表现的机会。我也想练练臂力，抱着你走路，正好练练臂力。海童轻捏一下他的脸，你天天锻炼身体，还需要抱我来练练臂力？走吧，孟州宫去吧，我帮你放洗澡水。战印没有抱他回房，便先他一步回到房里，给他放了满满1浴缸的热水，又帮他拿来了睡衣，让他泡个热水澡，再舒舒服服的入睡。泡完澡出来后，海童爬上床，在战印的身边躺下，想起了什么，他又撑起头来，在战印的脸上亲了2下，老公晚安。战印回亲他一下，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很少做噩梦的。海童躺下来，习惯性的往他的怀里钻去。战印心满意足的拥着爱妻入眠。那隔天夫妻俩，上班的上班，回店的回店里。远在悠悠山庄的唐君夜在起床后，接到了一位打过几次牌的牌友的来电。战太太，对方在电话里告诉唐君夜，你那个儿媳妇也太爱多管闲事了吧，人家的家务事她也管，那样容易得罪人。唐君夜听得糊里糊涂的问对方，我儿媳妇怎么多管闲事了？她管谁的家务事了？哎，你家的吗？啊，得罪你了。你儿媳妇昨天晚上去董家参加宴会了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？她是跟着商太太去的。放着你这个婆婆不陪着，跟着商太太去，你们婆媳俩是不是不和呀？我又没有去董家参加宴会，要是我说像董家那样的地位，哪值得你儿媳妇去一趟啊？她就算是农村出身的，已经嫁给你们家战印，就是你们家的大少奶奶，来往的对象应该是顶流级豪门才对，竟然还和董家那样的中等家庭来往，倒是没有得罪我，是得罪了宁太太，就我也是听别人告诉我的呀。事情是那样的，宁家2小姐针对着宁大小姐，要宁大小姐喝一杯酒，你家儿媳妇不知道仗什么义，拦着宁2小姐不让她逼着宁大小姐喝酒，最后还灌宁2小姐喝了那杯酒。宁2小姐喝了那杯酒后不久，竟然嚷嚷着好热要脱衣服呢。宁太太当时那个心疼那个气啊，估计对你儿媳妇恨得牙痒痒的。宁家2位小姐不和，我们都知道的，那是人家姐妹俩的矛盾，你儿媳妇多管闲事作甚，没得罪人。宁总最是护短了，非常疼爱他的一双儿女，你儿媳妇害得他宝贝女儿当众出丑，宁总夫妻俩大概恨毒你儿媳妇了呀，那不是给你们战家惹麻烦吗？战太太，你可得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儿媳妇呀，她现在代表的可是你们战家的颜面，她出身不好，又父母双亡，没有人管教，性子也，你要是不管教一下，哪当得起你们战家的大少奶奶？对方就说了一连串的话，都是吐槽海童的。唐君夜听的那脸色当场就黑了下来。战丽蓉见妻子脸色巨变，关心地问道，谁的电话啊？说了什么？唐君夜没有马上回答丈夫的问话，而是冷冷地驳着对方，说道，温太太，这件事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话里话外都说我儿媳妇多管闲事啊，你现在不是多管闲事，我儿媳妇怎么样要你们管，她那不是多管闲事，她那是仗义正气凛然，救了宁大小姐一命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为我儿媳妇的正义感到骄傲。我儿媳妇想和谁来往就和谁来往，她的交际圈是她的自由，我不干涉，我相信我家儿媳妇的人品，能让她高看2眼，愿意来往的肯定是好人家。我的儿媳妇要怎么管教也不用你们来操心，不管海童做什么事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他。宁总护短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战家也护短，宁总敢拿昨晚的事冲着我家海童发难试试？我战家怕过谁？海童得罪人怕什么？只要你们不得罪他，惹他生气就行，只要海童没有把天捅破，我们都能帮他收拾摊子。她是我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以后也是我战家的当家太太，她有资本肆意而为，
咋的？你看不过眼？又不吃你家大米，不花你家的钱，你看不过眼都给我憋着，少在我面前说三道四的，以后不要再约我打牌。我不和你这种喜欢多管闲事、喜欢对我儿媳妇指手画脚的人打牌。唐君业说完就挂了电话，随即把对方的电话号码都删除。什么人吗？说我儿媳妇多管闲事，她还不是多管闲事，我的儿媳妇需要她来教着做人。谁说海彤的坏话了？战丽蓉问道。海彤昨天晚上去董家参加宴会了，是跟着商太太去的。商太太是她大姨，她跟着她大姨去有什么不行？那些嘴贱的人非要说这我婆媳俩不和，我婆媳俩关系怎么样与他们何干啊？要他们管。宁家的那个女人偏心，容许小女儿欺负她的大女儿。海彤看不过眼，仗义帮了宁大小姐一回。那些好事者就说她多管闲事，海彤就算多管闲事也是做的好事。我有一个仗义的儿媳妇，我骄傲，我自豪，我乐意，他们管得着我吗？气死我了！大清早的好心情都被那个嘴贱的破坏了。战丽蓉算是弄清楚了怎么一回事，她忙哄着老婆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管别人说什么，以后不跟那些人来往便是。海彤做的事，我也觉得是对的，她有理，咱们就支持她。宁二小姐也不是个东西，自己的亲姐姐都下药加害，宁大小姐又是个瞎子，要是海彤不帮她，她就被亲妹妹毁了一辈子。宁太太更不是东西，都是自己的女儿，却任由小女儿整治加害大女儿，她是怎么做得出来的？都是当妈的人，那唐君业对自己的儿子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并没有因为战印是长子是接班人就偏向战印。宁二小姐还给她亲姐下药了。战丽蓉听得都觉得惊骇，可不是，咱们家海彤那是救了宁大小姐一命，这是做好事。那些嘴贱的居然说海彤多管闲事，还说海彤多管闲事得罪了宁太太和宁二太太，说什么宁总护短啊？护短怎么了？我也护短呢，我唐君业的儿媳妇，不怕得罪人，只要海彤是对的，她得罪光管城的人，我都帮她兜着。气死我了，挑拨离间，挑拨到我这里来了，是想害我成为破坏战家和谐的第一人吗？战丽蓉笑道，我老婆聪明绝顶啊，是不会上当的呀。我都气坏了，你还笑海彤也是你的儿媳妇呢？我跟你说哈，以后在外面行走，谁要是说海彤是个乡下妹，不懂事，爱多管闲事的，你一定要对回去。唐君业是真的气狠了，虽然呢，他也觉得海彤的出身低了点，与长子的差距太大，但他可以嫌弃，别人就不能嫌弃海彤，不能拿着海彤的出身来讽刺，说是。再者，她当婆婆的对海彤尚且和颜悦色，不曾给海彤脸色看，不曾指责过海彤什么，外人凭什么指责海彤？战丽蓉忙道，好好好，我不笑了，就是看到你那样护着儿媳妇，我很欣慰，海彤也不需要我们护着，战役一个人就能护着她，让她在管城横着走。不出1年时间，海彤在管城就会有个绰号，管城螃蟹。唐君业瞪了丈夫一眼，说他那绰号不好听。不过海彤挺喜欢吃螃蟹的，等阿印带她回山庄的时候，叫庄叔送点新鲜的海鲜过来，让厨房做海鲜大餐给她吃。我是不插手管儿子儿媳妇的感情之事，但别人敢在我面前说我儿媳妇的坏话，我绝对对死他。对的，他们怀疑人生。战丽蓉是觉得儿媳妇有儿子护着，她当公公的不必插手，但见自家媳妇儿被气得狠了，老婆说什么，她就附和着，这样老婆的气才能消。温太太打一通电话到唐君业这里来，却惹怒了唐君业，不仅被唐君业一顿怼，还被唐君业拉黑了。好不容易结交上，满以为能讨好唐君业，谁知道唐君业的反应让温太太大感意外。战大太那是维护自己的儿媳妇呢，那婆媳矛盾在战太太这里貌似不存在的样子。那温太太嘴巴也是多，她把这件事又告诉了跟她来往密切的那些太太们，然后
很快管成上流社会的太太们都知道了，千万别去唐君叶面前说海童的坏话，除非想被唐君叶拉黑。不管海童这出身如何，做的对与错，她都是战家的大少奶奶了。唐君叶就算内心不喜欢海童当儿媳妇，他会让人点破吗？在唐君叶面前说海童的坏话，也等于打唐君叶的脸呀，他不发怒才怪呢。那与此同时的宁家，宁总在女儿的房门口等着，就等到妻子从房里出来，他关心地问道：思琪退烧了吗？退烧了，人还困着，我让她继续睡。昨晚宁太太带着宁思琪回来后，就让她泡了半宿的冰水，宁思琪才好转。春季还带着点寒意，宁思琪泡上半宿的冰水，又冷着了，下半夜发起高烧。宁太太又赶紧通知家庭医生过来帮女儿瞧过，开了药喂女儿吃下去后，她就一直守在女儿房间，直到现在完全退了烧，她才放心的出来。云初呢？她昨晚没有回来。宁太太问起大女儿时，刚刚对小女儿还满脸疼爱，一下子就变成了嫌弃。那个瞎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让商小姐都肯帮她，还有那个乡下妹，不过是无父无母的乡巴佬，以为飞上枝头就是凤凰了。要不是她多管闲事，思琪也不会有事。那个乡巴佬出手特别快，好像学过功夫的人一样。夫妻俩一边下楼一边说着昨晚的事。宁太太是恨极了海童的了，害得她的女儿生病，还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。云初每天8点前就会开店门，这个点呢，她早就出门了。宁总淡淡的道：这次思琪也是过分了点儿。云初怎么说也是她的亲姐姐，她老是整治着云初。别人怎么看她啊？她已经20岁，再过几年就要嫁人，她这样子谁肯娶她？我的思琪那么好，我们宁家有的是钱，只要思琪想嫁人，我一定能帮她找到优秀而完美的男人。招上门，我可舍不得我的思琪嫁到别人家去。当然儿媳妇始终没有在娘家当姑娘那样自在的。你别替云初说话，就是她那个扫把星闯祸精，要不是她，思琪的名声也不会差。我都说了，当初应该把她弄死的。老婆。宁总书的冷着脸低冷的叫了一声。宁太太抿抿嘴不说话了。半晌她又说道：老公，思琪丢尽了脸，受此委屈就这样算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姓海的那个，你甭管人家出身如何，她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这是事实。战少宠妻也是人尽皆知的，商小飞也是惹不得的主。是思琪过分了，她平时怎么对云初无伤大雅，但给云初下那种药就太过分了。等她好了后，你也劝着她，别让她又跑去砸了云初的花店。再怎么说，云初都是我弟唯一的血脉，你给我准备一份厚礼，等会儿我带上厚礼去战氏集团一趟，见一见战少，向他和他的太太道歉。宁太太黑着脸，姓海的得罪了我母女俩，还害得思琪丢尽了脸，你不替我们母女俩出气，竟然还要带着厚礼去赔礼道歉。别人怕战少，我们用得着怕他吗？咱们宁氏的生意又不在管城，战少还能拿捏我们不成？宁太太就是觉得自家的生意不在管城，战印手没那么长，拿捏不到他们，所以她才不把海童放在眼里。宁总懒得解释太多啊，他严肃地道：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女儿受此委屈丢尽了脸，还生病了，你以为我不心疼？战少，咱们现在是惹不起的，主动低头好过被逼着低头吧。在这宁总的要求下，宁太太不情不愿地准备好厚礼，然后送着宁总出门。等宁总走后，宁太太嘀咕着：一个乡巴佬而已，战少能爱他一辈子，不过是图图新鲜。新鲜感一过，看他还能坐在大少奶奶的位置上。半个小时后，战印接到了内线电话，赵秘书告诉他宁总求见。不用问，战印也知道宁总过来的目的，他都还没有去找宁总算账呢，那宁总主动过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战印低冷地回应着赵秘书。那赵秘书挂了内线电话后，
又通知下去。在办公大厦1楼的贵宾室里，宁总安安静静地等着，心里有几分的忐忑。听到脚步声，他又稳住了心神，装作淡定的样子，看着进来的一名前台。宁总，我们战总请你上楼去吧。闻言，宁总连忙起身，谢过了前台，就在亲自提着厚礼跟着前台走。他不让保镖跟着进来，就是想让战印看到他的诚意。此刻在总裁办公室里的战印在回复赵秘书后，他也打了一通内线电话，是打给战逸晨的。对战逸晨说道：“逸晨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战逸晨以为是工作上的事，赶紧停止手里的工作，上了顶楼。他比宁总先一步到的总裁办公室。大哥，他一边关上办公室的大门，一边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坐。战印示意弟弟坐下。战逸晨坐下后，等着大哥说话，但大哥什么都不说。大哥，什么事啊？你不说，我猜不到，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战逸晨回想了一下自己最近的工作内容，确定自己都完成了，也没有出什么纰漏，心里定了点。没啥事，你坐着就行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进来。赵秘书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，他人先进来，恭敬的道：“总裁，宁总来了。”说着，他错开身子，对宁总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那宁总朝赵秘书点了点头，提着厚礼走进了战印的办公室。进门呢，他的脸上就堆起了笑容。战少、二少。宁总笑眯眯的向兄弟俩问好。赵秘书从宁总的手里接过了厚礼，就放在了茶几上，然后去给宁总倒水。战逸晨看看自家大哥，见大哥不动，他呢只得起身，客气地招呼着宁总走到待客区的沙发前坐下来。等赵秘书给宁总倒来了水，又退出了办公室，战印才起身绕出办公桌走过来，在宁总的对面坐下。坐下后，他那双凌厉的黑眸就瞅着宁总看。宁总这是做什么？他的声音也是低沉冰冷。宁总呢，早就听说过战印冷子冷冽，不好相处。好不好相处，宁总不敢下定论，但性子冷冽却是事实。他在商界混迹多年，宁氏企业被他接过来后，经过他10几年的努力，也从小小的一家企业变成了资产破10亿的大企业。虽说他们宁氏的生意都在外地，但他宁总在管城还是有头有脸有点人脉的人。战少，我是来替我小女儿和太太道歉的。宁总对着笑解释。战印冷冷地道：“我没有见过宁太太和宁二小姐。”战少，是这样的，我太太和小女儿跟大少奶奶闹了点误会及矛盾，我已经骂过他们的了。由于我小女儿发烧，我太太要照顾她，我就代替他们来向大少奶奶赔礼道歉。未经战少同意，我也不敢贸然去打扰大少奶奶，就先来战少这里请示一下，我能否亲自向大少奶奶赔礼道歉？对不起啊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战印对海童的保护力度很强，到现在都没有媒体记者敢明目张胆去打扰海童的，就算想拍2张相片也是偷偷的拍，拍到了未经战印同意，也没有人敢发到互联网去。战逸晨听得有点糊涂，宁总得罪了大嫂，大哥叫他上来听什么八卦，亲自道歉啊就不必了，宁总回去管好你老婆和女儿就行。我太太挺喜欢宁云初小姐的，想结交结交。战印点到为止，海童多管闲事，就是想护着宁云初。那是奶奶给战逸晨选定的妻子人选吗？但海童现在还没有激起威严，他的话宁太太母女俩不会放在心上的，说不定回去后就找宁云初算账呢。战印那样说一句，宁总心里明白，多少都有几分忌惮，那宁云初的处境呢，或许就能好过点。战逸晨听到现在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宁总是宁云初的继父兼亲大伯呀。大哥叫他上楼来，不是有事要吩咐，是想让他知道宁云初的处境。战逸晨呢，有点哭笑不得，也有点头痛。他和老三收到奶奶给他们的相片后，老三当场暴走，说什么不会听奶奶的话。
差点要把乔涵的相片给烧掉，被他拦住了。奶奶既然出手了，就算他们烧掉相片，奶奶那里还有很多相片呢，依旧逃不掉。他当时还凉凉地对老三说道：“有本事的，你离家出走，在奶奶有生之年都不要回来。”战浩宇哪敢离家出走，被找到大哥会打断他的腿。况且他是老奶奶随便给他选了个男人婆，对奶奶还是很孝顺的，不愿意在奶奶有生之年都不回家，那样是大不孝。反正奶奶给他们的时间是1年期限，他们先不急。结果大哥帮忙了，云初能得到大少奶奶的青睐，那是他的福气。宁总脸上有着笑容，战印却看得出来，他的笑容太虚伪。宁总内心的确不爽啊，宁云初就在他们宁家是被称为大小姐不假，但谁都知道她不过是个没有父亲的可怜虫，在宁家大宅里，她就是个小透明，连佣人都敢给她脸色看的。战大少奶奶居然想和宁云初结交，宁总能高兴得起来吗？他觉得宁云初抢走了属于他亲生女儿的荣幸，战大少奶奶该来往的人是他的小女儿才对。宁总心里不爽，面上不显，还在说着宁云初的好话。说了宁云初一堆好话后，他最后来了句：“云初这个孩子是极好的，就是失明了，在生活上多有不便。以后若是和大少奶奶来往，怕会。”他没有再说下去，战印也不说话，就冷冷地看着宁总。宁总被他看得如坐针毡啊，宁总就是过来赔礼道歉的吧？指望大哥多说几句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战逸晨主动地打破了办公室里短暂间的安静。宁总忙点头：“我大嫂大人有大量，一般不会计较太多。不过我大嫂这个人很重友情。”宁总对着笑说道：“我听说了，大少奶奶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”宁总听说了就好了，没有其他事，宁总请回吧，别在这里演戏了。他们战士与宁氏也没有生意往来。宁总早就想走了，又不好意思。天知道被战印盯着时有多么的坐立不安。他年纪比战印大那么多，都可以当战印的爸了，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。对上战印，他有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是个犯错的小学生，而战印呢，则是严肃的班主任。战逸晨下了逐客令，宁总就连忙告辞，兄弟俩都没有起身相送。战逸晨仅是通知了赵秘书一声，让赵秘书送宁总。等宁总走后，战逸晨问大哥：“我大嫂怎么会和宁云初有交集？就还为他跟宁太太有过节？”昨晚的事，战印把事情告诉了战逸晨。说完后，他说道：“你大嫂就是看过了宁云初的相片，知道她是你未来的老婆，才会多管闲事。”顿了顿后，他又说道：“不过以彤彤的性格，就算不知道宁云初是谁，看到了宁二小姐下药，他也会阻止的。遇到那种情况，海童无法做到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”战逸晨一脸黑线：“大哥，我连宁云初的真人都还没有看到过，她不是我老婆。”战印看着他就不说话。战逸晨有点沮丧地道：“奶奶都不知道怎么选的，放着那么多优秀的名媛不选，给我选了个瞎子。有故事的人值得你去探索。”战逸晨有了大嫂后的大哥，说话都有水平了。战印笑了笑：“大哥特意叫我上来听那些八卦，想让我做什么呀？自己的女人自己护着，别让我老婆去帮你呀。”大哥都说了，宁云初不是我老婆，奶奶给我选的，我就一定要娶吗？战印以过来人的口吻说道：“逸晨，有些话别说得太早，到时候被打脸，脸会很痛很痛的。你大哥我是过来人，他就经常打脸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。”战逸晨张嘴说不出话来，好半晌，他抿了抿嘴后才说道：“明天周末，我去市环路看看他的花店叫什么名字。”不知道。战印答得很干脆，又不是他的妻子人选，他哪知道宁云初的那花店名称呀？要不是他老婆多管闲事，帮了宁云初一回，在他面前提起宁云初，他都不记得宁云初是哪根葱了。
你想知道自己去看吧。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战印把宁云初的事交给了老二后，就把老二赶回去做事。战逸晨走后，战印也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，忙到点了都不知道要下班，是他家老婆大人给他送来了爱心午餐。强硬的让他吃饭后休息一会儿。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好像太阳才升起来又西沉了。白天与黑夜的交接总是在不知不觉间。周六，海童起了个大早，做好早餐后，战印才起来。怎么不等我起来做早餐？战印走到他的身后，自背后拥住他，喜欢这种醒来就能看到他的日子，就哪怕日子平平淡淡的，他也觉得很幸福。经历过吵架、冷战、误会之后呢，战印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是睡到自然醒的，你还没有醒，没必要叫醒你做早餐，咱们俩谁做还不是一样。海童在他怀里转了个身，仰头看他，眉眼含情，嘴角带出点笑意，老公早安。战印与他额抵着额，低柔地回应着他老婆早安，然后他亲了亲他的唇瓣。门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，海童忙推开他，说道，应该是我姐来了，要是大姨和小飞来了，会打电话给她的，我去开门吧。战印边说着边去开门。站在门口的的确是海玲母子俩。姐，战印温沉地叫了海玲一声，然后捞抱起洋洋，俊脸上有着笑意。洋洋，想一仗吗？想。洋洋轻轻地说了声，就趴在战印的肩膀上。洋洋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小家伙没有往常的热情，战印以为洋洋不舒服，忙摸了摸洋洋的额，体温正常呀。海玲边进屋边说道，我出门前洋洋还没有醒的，我把他叫醒带过来，精神就没那么好。战印放下心来，他抱着洋洋往回走，等会儿上了车。洋洋在一仗的车上睡一会儿。从市区回海家村有几十公里的距离。姐，早餐做好了。海童从餐厅里出来，见外甥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从丈夫怀里抱过洋洋，对姐姐说道，姐，要不你买辆车吧，这样洋洋也能在车上睡一睡，遇着刮风下雨也方便很多。有粥吗？海玲问了妹妹一句，等周一开张营业看看生意的好坏吧，要是生意不好，就先骑着你的电动车将就一下吧，那生意不错再买辆车。车啊，我车库里有很多车，借一辆给你使用。不用了，从租房到店里又不远。海玲是想到妹夫的车都是豪车，她借来开，万一碰着蹭着了，修车费都需要很多钱，妹夫未必要让她出钱修车，她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，所以呢，她就拒绝了。她也有钱买一辆10万出头的车，是她觉得暂时还不需要，等早餐店营业看看生意的情况吧。海童深知姐姐的脾性，她并没有劝说姐姐借用战印的车，抱着洋洋进餐厅，让洋洋坐在餐桌上。她今天准备的早餐有面包、煎荷包蛋、火腿，蒸饺以及白粥，还有几条。洋洋爱吃。几个人吃完早餐后，就接到了商小飞打来的电话。于是呢，一行人啊，坐着战印的车，在保镖车的护送下，这到小区门口与商太太会合后，浩浩荡荡地前往海家村。这边海童姐妹俩带上商太太等人一起回老家，那边海老头又带着儿子以及2个大孙子去了管城中学，想再找海童谈一谈钱的问题。他就不信闹了这么多天，战家人能无动于衷。说不定海童现在压力山大呢。谁知道去了管城中学，发现海童的书店没有开门。怎么不开门？做什么生意吗？都8点了还不开门。海老头下车看到书店不开门，老脸一黑，嘴上就骂骂咧咧的骂着海童不会做生意。海志明看了看周围的店铺，对爷爷说道，爷爷，今天星期六，学校放假了，这些店铺都是做学生的生意的，就学生放假，
他们开不开门都没有什么生意。海老头，平时那个死丫头也开门的，是现在当了大少奶奶，攀上高枝了，有钱了，看不上开店赚的那点小钱了。志明，要是那死丫头还是不妥协，我们就换一换，让她把这间店给你们经营。爷爷，这是海童和他朋友合伙开的，主要还是靠着他朋友才能开起来。那个姓沈的是市里的土著，我打听过了，他家里有好多房子收租，还有个姑姑是嫁入豪门当太太的。那些叔叔伯伯堂兄弟们都很有本事，抢不到海童这家书店的。都不知道那死丫头走的什么狗屎运，别说外人嫉妒海童的好命，连他亲爷爷也嫉妒他，主要是他好命无法为海家人带来好处呀。哎，他不来开门啊，那我们去他的家里找他呀。海老头问着海志文，他最疼爱的还是这个二孙子，也习惯性的征求二孙子的意思。那至于他的儿子们呢，就是跟着来冲个人头数，壮壮声势的。其他人呢，已经回海家村去了，所有人都在市区里待着，那花销开支太大，就算不用海老头出钱，他也心疼儿孙们的钱包。以往他们有收入，他都心疼儿孙们的钱包呢，更不要说现在他们个个都在吃老本。就因为他心疼儿孙们的钱，在老妻生病后要住进大医院做手术，他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跟海童姐妹俩要钱。在海老头的心里，儿孙是自家的，花了钱他心疼；孙女儿是要嫁人的，是别人家的，花的钱也是别人的钱，他不心疼。也是听说海童姐妹俩混得还行，便想着拿捏一下，结果栽了个大跟头，撞到了铁板，非但没有讨到好处，还害得儿孙都失去了收入。海老头对海童姐妹俩是恨得牙痒痒的，特别是海童，明明嫁入了豪门，婆家有那么多钱，随便拔根汗毛都能比他们的腰粗，海童却一毛不拔，那么抠门。这样无法为娘家家族带来好处的孙女儿要来做什么？海老头恨不得折腾的战印和海童离婚，让海童失去一切，一无所有，又盼着海小珍整容手术成功，能够取代海童的位置。他住的是高档小区，我们进不去的，说不定现在住在大别墅里呢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一栋别墅里，战少名下很多别墅的。海老头听到战印名下有很多别墅，那个嫉妒呀。虽说他的儿子在村里也自建了别墅，乡村别墅还是无法和城里的别墅相提并论的。他们去过悠悠山庄闹市，虽说进不去，但在山庄门口透过镂空式的大门，也能看到山庄的一角，不仅大还很美。海老头当时看到就羡慕极了，恨不得自己也能住进山庄去当老太爷。算了，我们去找海玲。海童要开的是什么店啊？早餐店。对，是早餐店，咱们去他那里吃份免费的早餐。知道海玲也要开门后，海老头在家里又把海玲一顿骂海玲离婚后分到一大笔钱，也不肯借100万给他的孙子周转一下。骂完了孙女，又骂死去的3儿子，骂3儿子夫妻俩生了2个不孝女，专门气他这个老头子的。那海老头转身回到车上，催促着儿孙们去海玲的店里吃免费早餐。以后呢，他们只要来了市里，都可以去海玲那里吃早餐，不给钱，海玲也拿他们没办法。他们可是一家人。海老头带着儿孙去海玲的早餐店，发现也是关门闭户，看到门都没有开，他没有下车，骂道：这2个死丫头死去哪里了？一个二个都不开门做生意，不想干就把店给你们干。海志明等人也觉得奇怪，海童不开门很正常啊，就海玲竟然也不开门，姐妹俩去了哪里啊？海童姐妹俩不知道几品亲戚又去找他们，他们花了1个多小时回到了海家村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才会慢了点儿。远远的看到记忆中的那栋房子时，姐妹俩都陷入了回忆之中。一起父母还在的时候，一家4口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战印带着保镖团，商太太也带着保镖就过来，大家都是防着起冲突，
所以带着保镖团过来安全一点。海童的家门口无法停放那么多的车，便把车辆停在了村里的文化广场上。一下车啊，海童就听到了自家奶奶的骂声：不准倒在这里，这是我孙子的家门口。谁说是那2个贱丫头的房子啊？马上把车开走，把砖、沙、石都给我拉走。海童提前跟司机约好，今天往老家拉一车的砖、沙以及石头过来。现在司机送过来了，海老太不让司机把沙石倒在门口的空地上，知道是海童买的，也是海童让人送过来的。海老太呢，当即破口大骂。她在村里是以泼辣出名，那她一开口骂人，整个村里的人都能听到。她的儿媳妇以及其他几个孙子听到动静后，也赶来撑场子，给老太太造势。村里的那些好热闹的人听到海老太的骂声后，也从家里出来，边问着其他人边向海童的家里走过来。那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海玲姐妹俩要回来建房子啊。最清楚的是阿玉了，问她便知道了。听说是要回来重新建房子，那是她爸妈建起的房子。她姐妹俩现在有能力了，自然是要夺回房子。海童的家占地挺大的，当然不全是海老头分给他们的。海老头夫妻俩一向偏心，4个儿子中最不疼爱的便是排第3的那个。他们分给海童家里的宅基地只有40平方，是他父母花钱买了别人的荒地，或者用其他田地跟别人调换，7凑8凑的才凑成现在这么大的地方。